那位大叔呢，他在我的眉心点了一下，之后就遇见了很多灵异的事情。你怕水吗？很怕水。会怕。就是你呢，前世可能是这样遇难的人。师父好，我是莱西，我今年34岁，我属马。今天我想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去澳洲打工度假，然后我遇到了一个同乡，就是马来西亚人。那位大叔呢，他说他会修法，所以他在我的眉心点了一下。之后就遇见了很多灵异的事情。以前如果是时运比较低的时候会看到，但是都是看到影子，之后就看得更清楚了，就有那个形体。比如说看到什么呀？就有一次我在那个很古老的一个他们的民宿，然后墙上都有那个壁画。那个壁画里面，它就有一个车子，车子里面当时没坐人。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我一扫就看到有人影在车子里面。当时我就不加多想，我就走出去，我就先工作，因为那时候打工度假嘛，先做农场工。回来了以后，我再看那个壁画，那个车子里面是没有人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一次我在驾车的时候，经过一条巷子，因为澳洲那边到处都没有人，晚上的时候都没有那个车子，然后整条街就只有我的车在开。在走的过程之中，有一股烟，就是白茫茫的一片烟，我朋友就在旁边都睡着了。然后我就心想很像不妥，我就马上念经，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然后好像走了一段路以后，我才过了那片白茫茫的那个烟雾。之后在我住的地方当中，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我的精神还是什么的，我忽然间也是看到一个青色的一个影子，长得有一点点像那种我们看到那种妖的那种类型的那个，然后我也被吓到了。所以我想询问一下师父，就是关于我常常会遇到这一些邪气的话，是什么的一个原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感恩师父。知道了。你怕水吗？怕。比如看到海水啊，或很大的河呀，很怕水。会怕。对。你在讲的时候，我看到呢一个场景就是就像大海，我看到有一个古代大木船，但是并没看到你，就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你是好像前一世就是落水去世的，又像是一种大的战争之后造成的你落水去世。所以你呢，对于很深的水，很多的水，应该今世是有恐惧的感觉。对的。确实这样哈。师父第一句话的时候，师父是问我怕不怕水，当下我就愣了，因为我记得我和我朋友去那个热浪岛玩的时候呢，要坐船去到那个岛上的时候，那个中间坐船的过程虽然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是我觉得很像，哇，真的是很惊心动魄，很像觉得随时自己会掉下去的。然后到后面我们要去浮潜，全部人都跳进水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不懂为什么，我就觉得很恐惧，我就一直在拉着那个船的那个铁枝，
当那个海水啊在那边好像摇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窒息的那种感觉。自此过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怕海水的。就是你呢，前世可能是这样遇难的，就是这样死的哈，在海里头啊。你在转世的时候，就是你的灵魂就没有100%完全的跟着你这个肉体一起转世，就是有一部分灵魂呢就留到海里，留到海里之后，和海里的什么东西合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啊？有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所以刚才我把你的灵魂找回来呢，给你安了魂哈。但是呢，和别人安魂不一样，会有点麻烦。就是在海里的灵魂和别的灵魂和生命的合二为一，形成一个特别的一个合作的关系。所以呢，我在给你安魂的时候，他们就会阻止。再让我想起在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自己很暴躁，也很抑郁，所以妈妈就和我一起去了一间庙。那个乩童的话呢，他就看了我的情况之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你有没有和人家达成协议？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没有啊，我记得这一辈子我没有跟别人达过什么任何的协议跟承诺，因为在这一辈子的话，其实我是非常注重承诺的。没有办法，我把他们先给处决掉哈，所以把你的魂安回来给你啊。那么之后呢，我再为你刚才我处理的这些朋友，我把他们超度了哈，就为他们在点灯啊，帮你解决问题。感恩师父。那你之前呢，在澳洲遇到那位师父呢，我给你开天眼看到东西，我也给你堵上了哈。感恩师父。对，但是你呢也是很实在的，对我是很实在哈，不说假话。就是你遇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你害怕自己下的，比如说在澳洲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哈，很多时候在这个乡间大路上根本就没人，尤其是晚上你就在温哥华一些街区里头哈，特别安静的街区哈，一天你见不到几个真正走路的人，不会超过10个人，这一整天就12个小时里头你看不到几个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烟稀少的这样的地方。但是人烟稀少，你作为一个女生或者一到了晚上哈，无论是走路还是开车，都会觉得很孤独。这种孤独害怕的感觉升起来之后，就有时候会让你产生一些，我只能说可能类似像幻觉啊。明白。但是你刚才描述的情况，我知道也有真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邪灵一来的时候，有些人就容易睡觉，就你眼睛睁不开就睡着了。就当时你车上的那个朋友就睡着觉，对不对？对，睡着。对，这个就是一个原因。就可能有这种邪灵邪气或者鬼啊来的时候，当事人会容易睡觉，还有的是恶心啊。那如果会有感应的话，有的会容易呕吐啊，就是这样。所以你的情况呢，就是有的时候真遇到。其实每个人都晚上走很深的夜路，有时候都能遇到，只是说你没有感觉到。还有的是因为害怕的原因感受到了，但是这个感受呢，就是一真一假。但是我是觉得你体质呢是相对会比较阴寒一些因为有阴寒，所以这样子。就是还有你的这个相貌之中呢，有一些可能是前世这个去世的原因呢，就是造成你有时候可能会偏忧郁，是这样吗？对，就是容易把事情往悲观里想。对，是这样哈。是这样。对，容易往悲观里想的年轻人哈，都可以统称为类似于忧郁症。但是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就通过修法可以改变。那么第一个，你的体质要变得增强，
啊，你不管通过任何一种运动哈，体质变好。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通过佛菩萨帮你做，比如说像加持啊、点灯啊、超度哈，先把你前世给超度了，再和你相关的，比如说一些鬼呀、妖邪给超度了，这样你就会好起来的。明白。对。那你交朋友的话，尽量交阳光一点的朋友，好吧？你男朋友还阳光吗？目前单身。目前单身。对。但是如果你女生太悲观哈，就容易单身哈，不利结婚哈。明白。所以呢，你想结婚嘛，肯定想。说实话想，对不对？想的话就得学得阳光一些，要善于表达，善于与人交往，好吧？好。这个不是命运问题，是可以学习的，好吧？好。也想师父帮忙看一看我的姻缘。姻缘哈。对。现在有没有一两个看上的人？之前有看上的人，然后呢，已经就是要走到这个婚姻的这个阶段。对。然后呢，就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障碍。然后我们结婚照已经拍了，也注册了，但是在去拿结婚照的途中，到差不多已经要拿的时候呢，然后突然间收到男方的妈妈打电话来说他爸爸晕倒了。然后就进了医院。这一次是第二次拿那个结婚照。那第一次拿结婚照的时候也是有磕磕绊绊的，就拿不成嘛，就第二次再去拿，结果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爸爸就蛮严重的，之后进了医院以后好像情况就蛮严重，没多久过后就过世了。我跟他之间就有很多的争吵。就他会觉得说，你看为什么每次我们去拿结婚照都有这种问题发生，会不会是什么的？之后就越来越多的争吵，然后就过不下去，所以就分了。对，都已经领了结婚的登记哈。这个现象我也听过几次类似这样，比如说我想举办婚礼，双方当中某一方的长辈哈病倒住院，或者是你要婚礼那天奶奶去世啊等等，这些现象是有点不吉祥。那我只能说哈，就是你和你之前这个男人应该没有夫妻缘，应该也叫做一小段的这种，就是不能常相处。因为刚到一起啊，你要领证的时候或者拍结婚照的时候，那个病倒住院，确实不吉利。这就是你的修来的一股怨气。那我给你指导的就是要多做功德，还变得阳光啊，阳光一点。你毕竟还年轻嘛哈。现在来说30多岁吧哈。34哈。对，那反正40岁之前一定结婚，好吧？感恩师父。你那个额头给我看一看，那个头发撩一撩哈。耳朵侧面我看一下啊，耳相还不错啊，这面耳相不错。额相差了一点啊。对，就是额头的相呢，也够宽也够高哈，就是有聪明度。但是一个是额头稍微窄了一点，会容易比较郁闷一些，就是容易忧郁哈。还有呢，额相上也注定了你几件大事都不顺。当下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就是很激动，有人可以就是明白我，有些事情好像我为什么做来做去做不到。然后人家就会跟我说，是不是你不够努力啊？是不是因为你还缺乏点什么啊？你继续努力吧。但是我总是会觉得就是很多的障碍，比如说我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高考，那个时候呢，我
在高考之前呢，我就很像生病了，然后它弄到我就是也是很抑郁，然后心情很不好，所以连高考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兼顾了。甚至是在我这个房子就是从那个发展商转名区给自己的时候呢，也是遇到很大的障碍。那发展商的律师行我以为应该是很稳妥的，我付完钱给他，在1年之后我在跟进的时候怎知道他已经关闭了。当时候我只是觉得那种无力感又真的是充斥着我。这就是一个因缘的关系。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是直接反映到了前一世啊。对，所以你的前世的有一种叫海难之中呢，你从中没有解脱。从中没有解脱，就是和那面还有一些我也看不懂的瓜葛，和那面有一个群体产生了很多的瓜葛，说不清楚。所以当你在这一世你在做一些看似很喜悦很吉祥的事，他们就来捣乱。所以呢，我也帮你点灯呢，去超度他们，就是让你在比如说结婚啊、恋爱呀、找到好工作呀、买房子等等这个事的时候，这些不来捣乱，感恩师父，你就会顺利。但是在面相上来说，它还是有这些不顺在那里头啊。所以你这一生你可能就要特别要努力一点，要改变自己的前世的这个因我们来世才可能有一个好的果。而且你挺善良的一个样子对，但是你现在的内心的这个忧郁感也达到相当的高度了。所以弄得你的皮肤也特别敏感对，皮肤容易出皱纹所以发愁就容易变老所以希望你能够快乐起来今天我是帮你处理了这个对，那么之后呢，我们会帮你点灯今天在这个交来禅堂有缘分，我在交来禅堂为你点上18盏灯主要是超度你在这个海里头和你纠葛不清的这些因缘的生命把他们给安顿住了之后，你就会顺利了。感恩师父。那我也送你礼物，也会给你加持太好了，幸运的孩子。来，这个你看这个小手串特别漂亮挺适合你的。两手去取好嘞，哟，幸福啊！来，把头伸过来，来。感恩师父。在师父为我加持跟安魂了之后呢，我当天回去我就觉得我的身体特别轻松，而且很踏实。因为我从来都是那一种，就是我不知道原来就是可以这么踏实的。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发很多的梦，早上起来的话也是会很迷糊，但是那一天是真的是特别安稳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安稳的感觉。一直以来我有那个肩膀僵硬的那个问题，这个位置特别就是这个位置的话是特别硬的。那在加持了过后，我突然间觉得就是这个右边的这一个肩膀就轻松了很多。以前我背那个背包的时候，我通常背左边嘛，但是右边还是会僵硬的嘛。但是现在就是两边就很像它有比较平衡了，比较松了。我觉得大家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想的话，你想要改变，其实你一定是能够改变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走对地方，你要找对的人。就很像我们的师父，我们的师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慈悲。你的生活上有些不如意跟障碍的话呢，你都不要气馁。还有就是永远要保持一个善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好运会来到你的身边。非常感恩师父解决了我在内心里面多年的这个困惑跟这一些障碍。我开始觉得我的人生
会有光明了，也在我的身体上，我也会觉得越来越健康，而且我相信会越来越好。感恩林师父。